你想说我决定，然后脱口而出 Ich entscheide， 听起来没错，但德国人一般不会这么说，他们更常说的是 Ich treffe eine Entscheidung。 为什么要这么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Funktionsverbgefüge 功能动词结构。让我们开始吧。什么是功能动词结构？说白了就是本来一个动词就能说清楚的意思，德国人偏偏要用动词加名词来表达。来看下面的公式，功能动词结构就等于功能动词 Funktionsverb 加上名词，这个组合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动词。也就是说，功能动词自己不表达主要意思，它更像是一个帮忙的动词，用来支撑句子的结构，而名词才是重点，因为它才是真正表达动作或者是意义的部分。举例来说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动词 treffen 原本的意思是遇见或者击中，但在这个结构里，它不再表达这些意思，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帮助组成这个短语。真正表达决定含义的是名词 Entscheidung。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相当于 entscheiden。 之前我们提到，功能动词结构是由功能动词和名词组成的。那么根据名词的语法角色，功能动词结构又可以分成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名词做四格宾语 Accusative， 这种形式最常见也最简单，比如 eine Antwort geben 相当于 antworten。 Kannst du mir eine ehrliche Antwort geben？你能诚实的回答我吗？ Kritik üben 也就等于 kritisieren。 Der Journalist übt scharfe Kritik an der Regierung。 记者对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第二种形式是名词和介词搭配，这种结构通常更正式、更书面化，常出现在新闻、报告或者正式讲话里，比如 zur Sprache bringen 相当于 besprechen。 Wir müssen dieses Problem zur Sprache bringen。 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In Frage stellen 也就是 bezweifel。 Ich stelle deine Kompetenz nicht in Frage。 我不质疑你的能力。In Betracht ziehen 相当于 berücksichtigen。 Wir sollten alle Optionen in Betracht ziehen。 我们应该考虑所有选项。Zur Kenntnis nehmen 相当于 bemerken。 Ich habe Ihre Beschwerde zur Kenntnis genommen。 我已经注意到您的投诉。总而言之，第一种形式更口语、更直接，而第二种形式更正式、更书面。你可能会想，直接用简单动词不是更方便吗？没错，但功能动词结构有三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听起来更正式、更专业。我们来对比一下。Wir diskutieren das Problem。 Wir bringen das Problem zur Sprache。 感受到了吗？简单动词是和朋友之间聊聊天，但在正式场合，功能动词结构就让你说话显得更高级、更专业。第二个优势是，功能动词结构可以帮你表达动作的不同阶段。举例来说 in Gang bringen 启动，强调开始。in Gang sein 运行中，
强调状态 zum Abschluss bringen 完成，强调结束。这些动作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妙，一个简单动词根本无法完全表达出来。第三个优势，功能动词结构里名词是重点，通过添加形容词修饰名词，可以让表达更丰富。对比一下 Sie antwortete schnell 他快速回答 Sie gab eine ausführliche Antwort 他给出了详尽的回答。在第二句里，我们添加了 ausführlich 意思变得更精准，更有层次。这三个优势告诉我们，熟练掌握功能动词结构，能让我们的德语表达更精准、更高级。尤其是想要突破B2水平的同学，一定要重视这一部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功能动词结构不是随便拼拼就可以的，它可是固定搭配。举例来说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不能说成 eine Entscheidung machen 或者 eine Entscheidung tun。 所以我们要把功能动词结构当成一个整体来记，就像记固定短语那样。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是功能动词结构，为什么要使用它，以及它的两种基本形式。核心要点就是功能动词结构是固定搭配，需要整体记忆。形式1更直接，形式2更正式。掌握了功能动词结构，你的德语听起来更高级、更专业。现在轮到你了，请把下面的句子改成功能动词形式。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还请点赞订阅。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深挖功能动词结构的被动用法。感谢你的观看，Bis bald。